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诚意流量时代死磕演技的笨小孩，他如何把角色都练成人间清醒？2025年夏天莲花楼收官宴上，诚意看着屏幕里李莲花在雪地中咳出鲜血的画面，轻声说：“拍这场戏时，我特意喝了冰水让自己发抖，因为李莲花的痛是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。”这个细节让无数观众突然意识到，这个从13年前《唐宫美人天下》里的龙套侍卫，早已不是靠颜值吃饭的古装鲜肉，而是用笨功夫把角色刻进灵魂的实力派演员。前8年龙套生涯，把每个小角色都当成人生大考。2025年，19岁的诚意带着对表演的懵懂，在《唐宫美人天下》里演了个连台词都没几句的侍卫冯小宝。站在张庭、李小璐等大咖身边，他默默观察前辈们的走位和眼神戏，把演员的自我修养写进每一次龙套经历。拍《鬼爱》时，为了演好悬疑片里的苏阳，他在剧组闭关半个月，研究心理学书籍。拍《青云志》时，作为男2号林惊羽，他提前3个月练习武术，吊威亚到肩膀淤青，只为让清冷少侠的打戏更有侠气。这些笨拙的努力，在2025年迎来转机。《青云志》开播后，他饰演的林惊羽凭眼神有戏，打戏利落圈粉，虽不是男主，却让观众记住了这个会用眼睛讲故事的新人。同年参加1年级毕业季，他主动挑战渣男角色，在舞台上嘶吼着爱情里没有对错，让导师陈建斌惊叹，这孩子眼里有一团火。爆红背后的自虐式演技，他把每个角色都活成了第二人生。2025年流离的雨丝凤是诚意的破圈密码，这个时事轮回爱而不得的角色，被他演出了破碎感天花板。拍情人咒发作的戏，他拒绝使用替身，在40摄氏度高温下反复摔打，直到膝盖淤青。拍吐血戏时，他通过控制喉部震颤和瞳孔焦距，让每一口血都带着不同的情绪。第1世是不甘，第5世是绝望，第10世是释然。导演尹涛透露，诚意拍完这场戏，真的在角落哭了半小时。他把自己完全交给了雨丝凤，但他的野心不止于仙侠美男。2025年沉香如屑，他一人分饰应渊、唐周、玄烨3角，用肩颈姿态区分角色。帝君应渊永远挺直腰背，眼神疏离；少年唐周走路带风，眼底藏着少年义气；修罗玄烨则是垂眸时暗藏锋芒，抬眼时霸气外露。有场父子对峙的戏，他在镜头前1秒切换3种眼神，让观众惊呼：这不是演技，是换了个人吧。拒绝流量泡沫，当顶流都在速食变现，他偏要走慢车道。诚意的走红是娱乐圈少有的反流量案例。琉璃爆火后，他拒绝了数十个综艺邀约，推掉天价代言，一头扎进莲花楼剧组。为了演好病弱江湖客李莲花，他每天提前2小时到片场，研究古代医术和江湖礼仪，连咳嗽的频率、握剑的手势都设计得精准到位。剧中红绸剑舞名场面，他拍了17条，直到红绸在手腕上勒出血痕，才呈现出病中带侠的绝美意境。2025年底线饰演法官周易安，他彻底褪去古装滤镜，穿上制服走访法院，观察法官的坐姿、说话语气，甚至连翻卷宗的手势都反复打磨。有场庭审戏，他对着20页台词一气呵成，眼神从隐忍到爆发，让观众忘记这是古装美男，只记得他是坚守正义的周法官。这种对角色的死磕，让他在流量退潮后，依然保持着豆瓣8.5分以上的作品口碑。争议中的清醒，他用演员的自我修养回敬世界。面对古装扮永久的质疑，
程毅用《南风知我意》里的植物学家傅云深打破标签，坐在轮椅上，他通过细微的手指颤抖、眼神闪躲，演出了 disabled 天才的自尊与脆弱。拍感情戏时，他摒弃工业糖精，用欲言又止的凝视克制的肢体接触诠释成年人的爱情，让观众相信原来不用接吻戏也能演出心动感。2025年开机的《狐妖小红娘王权篇》，她饰演王权富贵，路透中一袭白衣持剑而立，打戏行云流水，被赞古装美男天花板。但她却说，比起颜值，我更在意王权富贵的神性与人性如何平衡。这种对表演的敬畏，让她在流量至上的时代，活成了一股清流。她的微博里没有精修图，只有角色笔记和剧组日常。他的采访里很少谈八卦，3句话不离角色理解。程毅的演员哲学是娱乐圈最珍贵的笨拙。从龙套侍卫到亚洲电视大奖提名，程毅用13年证明，真正的演员从不怕慢半拍。他拒绝速食人设，选择用笨功夫打磨每个角色。他不追逐流量泡沫，坚持用作品说话。正如他在《莲花楼》花絮里说的，演员的使命是让观众相信你就是角色本身。如今32岁的他依然会在凌晨3点发微博记录角色感悟，依然会在片场为一个眼神戏和导演讨论半小时，依然会在走红后回到家乡怀化，低调参与公益。这个从湖南走出的男孩，用行动告诉我们，在这个追求高效变现的时代，总有人愿意为热爱死磕，把每个角色都练成人间清醒。而这样的诚意，值得我们永远期待下一个他。